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元。今天这个影片是专门讲特洛伊战歌的，但是我能想象到这个影片应该没有什么人想要看。那我就说一下我自己个人体验下来的感受是怎么样的，有什么优点、缺点。当然，我也是收到不少玩家的反馈啊，还有我去问了自己的王国队友，问他们有什么看法，给出比较真实的评价。那严格来讲，其实我对于这个特洛伊战歌的评价属于中上水平，我个人是觉得还蛮好玩的，但是我也是收到不少606的玩家，他们觉得说这个剧本不好玩。当然我也会分析给大家知道为什么会不好玩。那首先我先帮大家解答第一个问题嘛，有很多玩家就投诉说这个地图是没有心愿之选的，并且在我自己的群聊里面也是有一些玩家提到这个问题啊。但是其实我在玩这个 KVK 的时候是有看到心愿之选的，但是它出现那个活动的时间呢，跟我们以往 KVK 的时间有点不太一样。我这个出现的时间是在关卡开放了之后，相隔了好像差不多10天左右才出现这个活动。当然也是有一些玩家会投诉说啊，为什么要等到这么迟才开这个活动？因为在失落之地中，水晶征途那边会有一个任务，要求我们去开启这个君王钥匙，要用到200把钥匙。很多人就是希望能够在关卡室开放之前完成这个任务，然后可以拿到比较多的水晶。但关于这个心愿之选的问题，我去问过了客服，客服说这个地图上面心愿之选每个地图出现的时间是不一样的，但我觉得他们需要把这个时间给统一在一起啊，就是很多玩家他都没有办法去预测到什么时候可以去完成这个活动。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第一个反馈呢就是希望他能够把那个活动给固定时间。再来另外一个我觉得是很没有用的一个剧本特色，就是奥林匹斯决斗场，我是真的觉得这个东西很没有用。 OK， 首先就是他排队的时间很长，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在里面战斗，你的部队如果有重伤的话也会进入到你的医院。那假设说刚好你的医院是满部队的情况下，这里又在阵亡部队了，因为你的医院已经没有容量再放下这里的部队。那而且各位也知道啊，这边决斗场呢很多时候就是你跟对方1对1单挑啊，那假设说你的能力比起对方相差很多的话，你是没有办法打得败对方的，可能你会损失更多。至少我打过1次之后，我全部都是阵亡的，我就不敢再打了。因为各位也知道我这个是全骑兵账号，如果对方他们有一些步兵啊，有一些回血的统帅，我跟他打是完全打不过的。而且如果没记错的话，这边战斗你拿到的那个击杀数呢是会算在你的面板那边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斗兽场很没有用啦。我问过我其他的队友，他们都觉得这个决斗场很垃圾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要么就改动，不然就是直接把这个给移除掉吧，我个人不喜欢啦，可能有花钱的玩家会比较喜欢这个部分啦。下一个就是木马的操控啊，因为这个操控呢只有盟主可以操控哦，我听我的盟主讲，你操控的时候其实会比较难去控制它操控方式其实跟我们拉部队的方式是差不多，你就要拉过去，可是它速度因为太慢的关系啊，所以有时候你控制的不是很流畅。另外一个差评的反馈呢，就是我的队友所提供的，但是他不是讲这个神明祝福，他讲的是阿尔特弥斯，就是那个可以隐身的神明祝福。他是觉得说你突然隐身，然后突然出现有很多人的队伍去围打你的队伍，这样子很伤很亏。但我个人觉得说好坏参半啊，因为那个也是这个地图的特色之一嘛，你可以隐身，然后用其他的策略方式去打败你的敌人。那同时间也是有另外一个缺点存在的，也是神明祝福，就是在这个地图上你的玩家人数会影响到你的 KVK 胜利。因为这边我觉得最强的神明祝福呢，其实就是雅典娜的神明祝福，因为它这个祝福除了可以提升 buff 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它那个回血。假设说你很多玩家都是选择雅典娜的神明祝福，就等于说你的野战可以一直不断的回血，所以我才讲为什么在这个地图上人多是有优势的，而且他们可以用更加多的神明祝福。就比方说有一半的玩家他可能使用波塞顿，就变成他们野战进攻的时候会比较强势一点，然后另外一半的玩家他们就使用雅典娜一直不断的在回血。而且我在这个地图上我战斗的时候，我在温泉打架基本上是不需要回家的，因为有玩家一直在不断的帮我回血，只要你脱离战斗状态他就一直回血一直回血了。所以这个我也是觉得为什么1606他们会觉得说这个地图不好玩的原因就是这样子，因为他们玩家人数真的是太少了，人多有优势，人越多就代表说你的
神明祝福越多，你就可以开启更加多次的回血。那当然这个回血呢，其实也是有一些缺点的，就比方说它消耗的祝福币会比较多，不过我觉得也合理啊，毕竟这个神明祝福这么强大，用比较多的祝祷币也是比较合理一点的。另外一个算不好也算好的地方吧，就是这个 KVK 其实很快就结束战斗了，因为在这个 KVK 中呢，其实有这个木马的存在啊。那当时候我们关卡4开放的时候，一般如果是其他地图的话，可能你建立要塞就需要花2个小时半才可以完成，你才可以在圣地附近建起来，然后你要花很多时间跟对方战斗。但是在我们这个地图就不太一样，这个新版的剧本呢，你叫那个木马从你这里移动过去呢，只是消耗差不多半个小时或者是5分钟左右就已经抵达了。然后它抵达了之后建立起来，也就是需要花20分钟到30分钟左右就可以建好了，所以它那个速度会比起我们一般的 KVK 还要快的差不多1倍左右。所以那一天我们关卡4开放的时候，我记得我们才打了半天就已经结束了。当然我的王国是 CD 主王国啦，如果是先锋 ABC 可能会比较花时间一点，会打得比较久，但对于我们这种 CD 主王国来讲呢，这个算是好事情吧，因为快速的打完我们就可以早一点去休息。毕竟大多数在 CD 主王国的玩家呢，一般都是没有太多的时间啦，都是以现实生活为准了。像我那一天刚好关卡4开放的时候，我就是早上要去上班所以就没有什么时间玩。但也就是因为这个地图它那个木马过去，让我们快速的从这边建立起自己的基地之后，慢慢的把敌人的旗帜给烧光了，所以那时候我们的进度还蛮快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那时候要进入对方的关卡器的时候，我们也是有叫木马过去了。那关于这个部分呢，你们可以去看我的直播啦，就是有刚好把那个画面录制下来，我们全部人保护着那个木马从我们这边的位置慢慢移动到对方的领土那边去。当然我们是成功的放下要塞了，可是还是被对方给打爆了。但我觉得这个部分还蛮有趣的，因为至少你有一些其他的策略性啊。虽然你那个木马慢慢移动过去，可能对方会发觉到，诶，你是不是要在哪个地方放下要塞，对方可能会有所警戒啦。但是这种事情呢，都是有好处跟坏处的。那如果你们放置要塞的话，是比较容易一点啦，放置的时候。但是你们要去保护那个要塞，要知道它建立起来要等那么长的时间，就没有这么简单。相反的，木马会比较轻松一点的，因为它从放下到建好只是需要差不多花半个小时时间嘛，会比较快一点。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这个地图上有更加多策略性的玩法，就是更加多有趣的地方，不一样的玩法。主要还是多了这个木马之后，玩法就更加不一样了。所以我个人觉得说这个地图上放这个木马是蛮不错的。另外一个就是神明祝福啊，还是一样啊，虽然有缺点，但是也是有优点的。就像我刚刚所讲的，如果你们选择雅典娜的技能的话，其实大家会一直恳求你快点开那个回血的技能帮我们回血而且雅典娜的技能还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你可以拿到这些卷轴，这些卷轴我的盟友一直给我拿到很多个。 OK， 那么这些全部都是我的队友给我的，有些是他们自己的账号，有些是他们的农场账号，选择了这个神明祝福，所以拥有这个东西。那它里面就有包括你的医院容量提升，但是它这个医院容量提升呢，也是有分不同的等级的。像这个它就只能提升 30%， 然后这个就提升 50%。 另外一个蛮不错的就是你可以再额外派一支队伍出去采集，它可以给你临时派另外一支队伍出去，但是如果你的队伍本身就已经超过7队的话，你就用不到这个东西了。但它持续的时间比较短一点，只有60分钟而已。另外一个就是采集速度提升 40%， 当然也有一个比较高等级的，就是提升 50%。 所以如果你说用途的话，我个人是觉得雅典娜的祝福对于群体还有你的队友来讲会比较好一点，算是一个很辅助的神明祝福。另外一个阿尔特弥斯，我这个 KVK 呢就没有用到这个神明祝福啊，所以我也不太了解。但是我看到我的队友去使用啊，它比较好的地方就是我们打温泉的时候，它可以直接把我们的部队传送过去，可以省了我们走路的那个时间。但前提就是开这个技能的玩家，他必须刚好有用到这个神明祝福的队伍在我们的温泉里面。然后另外一个比较好玩的地方就是搞偷袭嘛，因为我试过刚好我的队伍去到敌人的领土那边，然后突然之间就冒出了很多队伍出来同时间打我。那当然我是没有被他们打死啊，我是反杀回去啊，我觉得对方有点太笨了但是个人体验下来还是蛮有趣的啊，虽然我在这个 KVK 没有实际上用到啦。
另外一个阿波罗，你们应该也看到我的主账号已经换成了这个生命祝福。阿波罗我觉得在早期就没有什么用途啦，因为它后期打那些建筑物会比较快一点。像我们这一次 KVK 为什么这么快就可以打入对方的关卡器呢？也就是因为有阿波罗的那个生命祝福效果，它可以直接用远程去攻击对方的建筑物，然后削弱他们的耐久度。当然也是有上限啦，不是说你想要完全的把它削弱都可以，它的上限就是一天只有1万而已。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叫其他的玩家，如果你们有小号可以切换生命祝福的话，就用阿波罗，然后带远程出来去把它给射掉，让我们推进的速度会比较快一点。然后另外2个的技能呢，就是之前在强攻劲弩已经有体验到，一个就是射程比较远，另外一个就是可以一边走一边攻击，那个没有什么好介绍的。另外一个波塞冬呢，是我在这场 KVK 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用的这个技能。那首先比较好的地方就是你可以不用花任何体力药水的情况下去把野蛮人给打掉，而且你不用花很多时间，你只是过去碰一下那个野蛮人就直接不见掉了。所以对于那些体力药水不是很多的玩家来讲，你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去完成一些驻地任务啊，又或者是打一些野蛮人，至少可以节省一点点的体力药水。那下一个呢，就是有些玩家觉得好，有些玩家觉得不好的部分呢，就是速度会降低的部分。那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感受啦，除了真的是对敌人追杀的时候可能感受会比较明显之外，我正常战斗的时候是没有感受到有什么速度下降，可能是因为我用全部都是骑兵的关系，再加上战场上也是有很多人用这个生命祝福，所以我没有感觉到差别很大。那假设说你是用混兵啊，又或者是你的队伍全部都是工兵的话，你的感受会比较明显一点，你会感觉到你的队伍是完全不能动了的而且这个技能之前出现一些 bug 啊，所以有很多玩家就很讨厌这个生命祝福，但我个人体验下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至于它剩下的技能呢，就是针对于野仗的一些提升啊，主要的重点还是讲它这个速度减慢的部分啊。当然这边真的体验下来最强大的还是雅典娜，它对于团体的输出来讲是很重要的。至于其他的部分的话就没有什么特别的要讲啊，就好像驻地技能这些全部都是跟以往的 KVK 差不多的。所以我这边做一个总结吧，就是这个 KVK 你们完成推进的速度呢其实会比较快一点。那你们也可以看到1606他们那场 KVK 也是超级快的，比较起之前1846的那一场 1v3 的 KVK， 就是因为这个地图有生命祝福，他们可以用那个远程去把他们的建筑物的耐久度给削弱，所以推进的速度才会这么快。第二个重点就是人数上面的差距，你们真的是要把控比较好，可能这一点我要跟官方他们讲吧，你们要确保双方的人数是一致的，不然你会搞到人多的那一方会比较容易获得胜利。第三点，这个东西我个人觉得是废物来的，当然如果你觉得不是废物的话，那你可能是大佬吧，我可能是个小垃圾，我觉得是废物来的。最后就是神明祝福的选择啊，我觉得如果你们在早期的话可以选择波塞冬或者是雅典娜啦，当然如果你是想要顾全大局的话，你直接选雅典娜就好了，不用这么烦。波塞冬是真的会有影响到你的操作啦，除非你像我这样子全部都是使用骑兵的玩家咯，否则一般玩家我相信多数的还是选择雅典娜的。到了后期差不多关卡器它可以给你换祝福的时候，你才换去阿波罗或者是阿尔特弥斯，可以稍微去玩一下不同的玩法。那么以上就是我个人总结出来对于这个剧本的看法啦，当然可能会有一些错误的地方啦，又或者是你们觉得我讲的东西你不太认可，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自己的看法。但最后我想说的是，如果你在这个剧本中输掉的王国肯定体验是不好的，因为我已经知道你们输掉的原因是什么，有真的很大的可能就是因为神明祝福的问题啦。但是这个神明祝福呢，我也是有收到一些观众跟我讲说，可不可以在其他的地图也是增加这个神明祝福啊，因为他们真的觉得这个神明祝福设计的还蛮不错的，就感觉有一点像玩大型的埃及之战这样子那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个影片再见。